14899元。来，先深呼吸。下个月信用卡还款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会想，今年我真的就只花这笔大钱了，或者分个24期，每个月都要拿出620元来养这台大家电，一直持续2年。M2 24G 内存，512G 硬盘，一台笔记本电脑。你问我日常办公看电影使用如何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这些使用都有问题，它对不起这么贵的价格。从体验上，它只能绰绰有余。M2 的 MacBook Air 作为一个换了壳的强劲性能体，已经没太多可说的了。那么，作为一个消费者，我还能说点什么呢？这一代 MacBook Air 外观上并不 Air， 更加朴素和简约的圆润设计，趋同于 iPad、iPhone 的造型，没有了惊艳，没有了讨巧的缩形设计，拿在手里看起来比我的13寸 M1 MacBook Pro 还厚。只有放到桌面上，翻开屏幕，手放上去使用时，你感知手被垫起来的高度，才发现 Air 确实薄一些。1.22公斤的重量，就比13寸 M1 MacBook Pro 轻100来克，也算不得惊艳。仔细看这块 Liquid 视网膜屏幕，因为窄边框的缘故，体型相似的情况下，它比13寸 M1 MacBook Pro 可视面积更大，颜色还是苹果的感觉。亮度虽比前代有所提升，但是在烈日当空的户外依然不如人意。而上边圆角，下边直角，齐刘海穿插在顶部，怎么说呢？刘海都有了，没有面容解锁，还得指纹，这五味杂陈。Liquid 视网膜屏还铸就了外观上的另一大亮点。开会啊，开会！哟，南豪姐，你换新电脑了呀？你这电脑啥型号啊？哦，南豪姐，马克布克啥型号的呀？你的电脑？你们都不懂，看不出型号了，才是高端的。苹果为了让你有打开屏幕就只有屏幕的全面屏感觉，凡是 Liquid MacBook 字样都被从屏幕底部拿掉了。以前还在底壳上刻个大字，现在环保，你只能从这里看到 MacBook Air 字样，够低调。打开一个 WPS， 我们来码字。同样和13寸的 M1 MacBook Pro 来比较，键盘打字回弹力更好，更加清脆得劲儿。敲击键盘的声音也会从低音更多变成中高频更多。拆掉了 Touch Bar， 让我好不容易适应的滑动调音量又换回点动调音量。不过我挺喜欢 Touch Bar， 就是个花里胡哨的没用玩意儿，几年来我依然不怎么用它。键盘的下方是那块熟悉的硕大触控板，单指、双指、3指、4指，我只服苹果的触控板。不谈生产力，你是不需要鼠标的，自然流畅。而在键盘的上方，有意思了，4个扬声器。这次苹果把扬声器放到了这里，是不是因为反射共鸣啥的 MacBook Air 的声音还真不错。看电影、听歌、浏览网页都是挺美的享受，至少音量足够大，而且还觉得声场要开阔一些呢。看到这里，你会说，就这14899的笔记本，我就买这些，我4899的笔记本也不会比这个差到哪里去啊！拿出你的专业来试试啊！专业？可是它是 Air 耶，不是 Pro 哟。M2 的 Air， 试试啊！好，打开 Final Cut Pro， 来段 BBT。不是不知道，世界真奇妙，速度真的有点快哦。无论是导入、剪辑、预览、
还是渲染？都是说本来一个 Pro 才能满足的，它个 Air 居然做到了，而且比我这 Pro 还快。哎，你这 Pro 也太老了。我那可是2万多的 Pro。行了，南河姐，我这时间重，任务紧，那就这电脑那已经哎，那是我的。宝贝电脑就是好，速度快得不得了，插上我的小硬盘，剪完片子把家还呐。只有2个接口，开玩笑呢。嘿嘿，好歹还比13寸的 M1 MacBook Pro 多了个马格塞夫，至少充电不用再占一个 C 口。李后基真的用这台 MacBook Air 剪辑了2期 BBT， 来听听他的真实感受。我从19年的 MacBook Pro 换到 Air， 最大的感觉还是很轻薄啊，快了很多哈。毕竟这个19年的老大哥确实有点跑不动了。使用 Air， 无论是导入素材、转码，包括剪辑视频和输出视频呢，整体的效率和速度呢都会快上很多。同样一期 4K 25帧15分钟左右的一期 BBT 节目呢，在我的老大哥 MacBook Pro 上输出就要25分钟的时间，但是在 Air 上只要9分钟，还是快了很多啊。再有就是我觉得它的屏幕就比起 Pro 嘛就更小了，在我剪辑节目中呢，很多时候需要多机位剪辑，所以大多时候呢我就需要浏览多个窗口的素材，在 Air 上我会觉得它看起来很费劲。它的扬声器嘛，咱就是在正片里面也听到了啊，还是老老实实的戴上耳机剪辑视频吧。4K 的素材能完成一些初步的剪辑，它还是很 OK 的。但是进行到最终剪辑的时候，我在大批量处理视频、运行一些特效，然后轨道基本上都在3条以上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会出现明显的卡顿和发热。这种重度的使用，其实它还是盖卡害卡。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更适合一些轻度或者中度的剪辑工程。Air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觉得它只有2个 C 口，这相当于直接残废了，这属于是。对于我这种动不动要去外接硬盘，然后拷贝素材来说，这太少了。我一天的工作呢，就是做剪辑嘛，在重度使用的情况下，它的续航可以在半天左右，其实已经相当可以了。总之，我觉得用了这台电脑过后呢，其实它没有给我焕然一新的感觉，但是它确实更快了，然后比较轻薄，续航也很给力，所以我觉得它适合于大部分轻中度用户。但是如果我要换电脑的话，它不是我的选择。OK， 谢谢大家。除开剪辑这项专业技能，我们还让倔倔用它写代码、编程。我用这台 MacBook Air 干了2件事，一个来写 iOS 程序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就是开发我们的 TestWay 微信小程序。做这2件事，然后这台 MacBook Air， 因为它是24GB 内存加512G 储存，干起活儿还是挺可以的。因为这台 Air 它是个被动散热，所以说 CPU 的温度会传送到键盘上面，用久了之后会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。然后呢，它是用的 M2 芯片，它不是以前的英特尔芯片，用它来装虚拟机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。即使装了虚拟机，运行的 Linux 系统，但也是运行基于 ARM 架构的 Linux。目前主流的服务器还是 X86 的，所以说这让我在本机去模拟一个后端服务器环境，还是让我有如鲠在喉的感觉。MacBook Air 的便携性，让它有可能被你随身携带，带到各个场合都能开启你的创作。综合日常使用和专业使用，它最突出的亮点就是能做专业的事，性能不错的同时，维持了良好的续航能力。在日常使用里，晚上微信视频聊天1个多小时，第二天看视频、写稿子、视频会议，陆续使用5个小时左右，电力还剩50%。到第3天，依然是看视频、写稿子、交流沟通，再用5个小时左右，10%电力报警。可以说，日常使用撑2天没什么大问题。而半个小时就能充电50%，也是说到做到。充电时功率有达到72瓦，常规维持在66瓦左右。当然，如果你配的是35瓦双口充电头，那么充电速度肯定会慢些。
不过现在充电这事儿并非专属，途径多种多样，任你喜欢了。MacBook Air 轻薄，全金属外壳，看起来很时尚。它没有风扇，所以运行能始终没有声音，没有震动。靠机体散热的它，在春秋冬季应该表现不错。不过在户外45度，室内木头桌面都有35度的重庆，我在那段时间是不想碰它的，因为碰它就像摸到一个发烧的身体。手掌附近的温度有43度，键盘的 Q 键1、2、3键附近温度高达47度，而且这还是没有运行高负荷软件的情况下。或许这也是追求时尚所必须接受的妥协吧。到这里 M2 MacBook Air 我们基本上就说完了。那么它值不值得买呢？广告之后告诉你。也许你需要一个显示器支架，减少干扰，轻松收纳，按订单生产，每一块木纹都不一样。Testway 起源系列显示器支架，键盘掌托，现已上架。新口味，你试试啊！南后期重磅推荐，值不值得买？这要从需求说起了。对于我的需求 ，M2 MacBook Air 完全能满足。使用它是舒适的、快速的。如果把它作为主力重体力生产用机，那却是不行的。长时间高负荷运行，该卡的还是会卡。简单的说，就看你是否愿意花接近15000元去购买你日常使用的体验了。而这个体验是包括整个生态的，当然你的投入也会远不止15000元。我们用 Apple Watch 解锁笔记本，解锁软件，用 iPad mini 作为扩展显示器，甚至你可以把另一台 MacBook 也作为一个显示器。我们从桌面使用 iPhone 来拍照，扫描一个文稿。当你觉得需要一些更爽的听觉感受时，加入一个 HomePod 来播放音乐。或者再来一个 MacBook Pro 加入播放，营造更立体的声场。But every blue moon I come alive at night. I like lace and I like braids, but I love my natural. Edges laid from the east side, building on the west coast. 你发现花钱买的是多个硬件的协同工作带给你的便利，而非单单一台笔记本电脑。如果你目前的笔记本能够在生态中充当好角色，达成这些舒适的使用情形，你不必去更换。如果你使用的是 Windows， 那你要想清楚是否要进苹果的坑，毕竟苹果的东西都不便宜。按照如果你是想体验苹果生态的一名小白，又不需要很重的生产力工具来说，不谈钱 M2 的 MacBook Air 值得购买。如果你在想少花点钱还能做很专业很重的任务，那劝你还是买 Pro。何况14899
也能买 Pro 了。Testway 给出 M2 MacBook Air 主观综合评分7分。对了，这个评分是针对这一台配置的使用体验哦。256G SSD 的版本没有试过，但看网络上的评价不怎么好，所以不建议你购买。毕竟你再怎么也花了近1万块，不想有大遗憾吧？笔记本电脑发展到今天，只要价格在那里，性能和体验都不会差多少，主要还是拼的生态互通。我记得苹果曾经出过12寸的 MacBook， 小巧更便携，我觉得它才该叫做 Air， 可惜它没了。我们目前的痛点是便携的，虽说性能不错，但屏幕太小，屏幕够大了，体积又小不了，所以屏幕应该被拓展到生活的各个角落，你的电视上，你的投影仪上，你的眼镜上。如此，你的下一部 MacBook Air 何必是 MacBook Air 呢？好，节目看完了，那你觉得这个马克布克 Air 能够得几分呢？请在下方的视频简介中寻找链接给它打分吧。另外，本期啪啪的就是这个 MacBook Air 8核 CPU 10核 GPU， 然后是24G 内存512G 的 SSD， 绕开了那个坑啊。那么同样是以23块3起啪，午夜黑有指纹，需要的朋友们，淘宝搜索店铺 Testway 值不值得买已经开始了。好，另外呢，给大家说件事，首先说一声对不起，抱歉，就是我们这期 PPT 啊，不是说了要把我们的 T 恤送给评论中的2位朋友吗？一直忙忘记了，对不起。我们已经把这2位朋友选出来了，所以呢，请私信我们，那我们也会主动私信你，希望能够早日把 T 恤送到你的手里，希望你能喜欢，也谢谢你的鼓励和支持，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，支持我们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明天就是中秋佳节，还有教师节，双节重庆不得了。那么在此 Testway 祝各位朋友节日快乐，阖家幸福。带到一个福利给大家，所有朋友。那么在这3天，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天，我们的 Testway 值不值得买店铺有优惠活动，领券打折，请大家进去看一看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哦。好，我们淘宝评论上个电视啊 ，BMIN95 说一直想买个键盘掌托，但没有遇到合适的，刚好看到 Testway 上架了掌托，樱桃木配色和我的桌面很搭，做工和质感也不错 ，nice。谢谢铁丝朋友对我们键盘掌托的评价呀。现在天气转凉，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淘宝店看看卫衣啊，并且刚才配音君也说了，大家可以在这几天呢领取专属的优惠券，祝大家节日愉快，谢谢大家。Testway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快，别做梦了，拿回去。来，笔记本还给你。平时用着吧还行，但是我就不太合适，屏幕太小，看着费劲儿；工作太重，还是会卡。我还是去看看 Pro 系列吧。怎么这么多指纹啊？我还是把它擦干净吧。